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月月儿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下面我们来聊一聊沉默基因治疗的那些事。你们相信男性其实是女性进化而来的吗？其实男性是女性进化出来的产物，你们相信吗？一开始胚胎只有女性的性别，后来因为有了男性的基因，才将女性转化成了男性，从而进化成了男性。其实大家原本都是女人，后来才出现男人的。所以男性是女性进化出来的产物。X 染色体不知什么时候进化成了 Y 染色体，所以科学家在1990年，在伦敦的一位名叫做彼得·古德伯洛的科学家在 Y 染色体上发现了 SRY 雄性基因，他们将 记重点啊，是 SRY 雄性基因 ，SRY 雄性基因对，他们将 SRY 基因插入到雌性小鼠的那个细胞后，发现这些小鼠长大之后，居然长出了那个雄性的特征，就是有那个雄性生殖器和那个雄性的行为。SRY 基因的突变或者是沉默失活，也导致了出现带有 SY 染色体的女性，称为斯维尔综合症。斯维尔综合症，记住了啊，这个是重点。对，出现该症状会导致患者表现为女性的特征，然后男性特征会失活，也就是该基因发生了突变失活。对，这种女人就称为携带了SY 染色体的女性。对，失活了。该基因位于 Y 染色体中的一个叫ZFY 附近的位置上。对，这个是重点啊！如果这个基因突变了或者失活了，就会导致男性女性化。对，就会出现，就不会再出现男性的特征了。对，只要将这 SRY 基因沉默失活不表达，竟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性状，可见性别在基因面前不值一提。对，沉默这个小小的基因就可以实现女性化的表现了，真的就可以实现自然转变性别了吗？你觉得呢？请在弹幕告诉我。确实可以了。应该也不知道。好，在一个寒冷的冬季，有一些地方闹饥荒，结果很多人都挨饿，只能吃一点食物，然后就死了很多人了。但是还是有一些那个幸存者的，只不过他们饱受心脏病和其他慢性病的折磨。因为那些幸存者留下来之后，但是他会出现各种病症。但是后来他们的后代，就是他们的小孩，也存在那个较高肥胖
症与心脏病的发病率。对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然后对，饥荒不仅对于精力耗竭的幸存者基因产生了影响，而且这些影响还遗传给了后代。对，就是这么奇怪，就是上一代人的那一种，就是那一种就是那一种遭遇记忆会传给下一代，这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后来科学家就研究后发现，他们体内的某些基因表达就是发生了沉默，并且被甲基化了，就是被某种化学物质所修饰了。对，而且还可以传给后代，这就是表观遗传修饰。上代的遇到的一些事情，他的那些记忆会通过基因调控，然后传给下一代。对，真是太神奇了。你们觉得神奇吗？神奇的话就扣1，不神奇扣2。对，那这样我们就联想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那这样就 SRY 基因是不是也可以通过甲基化等某种表观遗传修饰来沉默它呢？如果成功了，那么人类是否将可以自然的基因转变性别呢？您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在评论下方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，好吗？谢谢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那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